给赵玉亲手绣鸳鸯鞋，安的什么心？是不是早就盼着我过门，好名正言顺爬他的床当妾？嫂嫂，他是我养兄啊！母亲，您打我！公主，您看，我现在把白霜这蠢货逐出去，来得及吗？嫂嫂，以前乔乔总盼着你过门，往后咱们就能日日说些体己话了。怪不得是有人生没人养的孤女，连尊嫂的礼数都不懂吗？嫂嫂，前几日你还拉着我的手说，过门后都是一家人，为何今日一家人？你也配？可是送给嫂嫂的大婚礼物，嫂嫂不喜欢。礼物？你说的是那双膈应我的鞋子？去，把那玩意儿提上来。尚书府对你可真不薄，让一个养女用这么好的金线。可你又是怎么回报的呢？你送赵玉亲手绣的靴子，到底意欲何为？难不成是上赶着想给赵玉当妾？嫂嫂，他是乔乔的兄长啊。兄长？没血缘的兄长最是好勾搭。母亲，您看这孤女狐妹子，就是想勾引您儿子呢。嫂嫂，我感念尚书府养育之恩，只把赵玉当兄长，你怎能用妾字来侮辱我？侮辱？若非存了那龌龊心思，谁家养女会没日没夜给义兄缝靴子？兄长，你来的正好，嫂嫂她……月儿，你们刚才说的话，我在屋外都听到了。月儿，我早就知道你的心思，可你非但不悔改，反而变本加厉。兄长，你在说什么？从前我看你孤苦无依，才多般照顾，从未对你动过心。你嫂嫂才是我心尖上的人，我断不会纳妾。把靴子拿回去，别再让你嫂子生气。这就是我尊敬爱戴了15年的兄长，竟将我的亲情看作是卑微的示爱。能用起这么贵的金线，还不知平日里私藏了府里多少好处。金线不属于你，赵玉不属于你，尚书府更不属于你。嫂嫂捡了靴子，想必还是不解气。接下来是不是该赶我出府了？怎么会呢？你名义上还是养女，我刚进门就赶你出去，传出去岂不成了我的罪过？再有3个月你就及笄了，到那时我一定给你安排一桩好亲事。那我就拭目以待了。养父养母偏偏此时出京3个月，白霜拿到了掌家权，第一件事就是缩减我的吃穿用度。不过父皇留给我的私库够买下10个尚书府，这些克扣我根本不放在眼里。乔乔姑娘，大少奶奶说了，这些都是给您物色的家婿，让你好生选选。怎么样？这些可都是我费心搜罗来的，要么是继室，要么是偏房，最差的那个也能让你当个侧妾。乔乔，你这种身份配这些烂瓜烂枣正合适。嫂嫂费心了，在遍地才俊的京城能找齐这么多残字品，辛苦你了。你还有心情嘴硬？等及笄礼一到，由不得你不嫁。及笄礼，的确，我也很期待那天。既然你心气儿高，看不上给富贵人家做妾，好，我满足你，让你做正妻。这是卖饼的王麻子，身高不足5尺，年近40，我看配你正好。你觉得正好，
那就你去嫁，我不愿。不愿，这次可由不得你。女子名节大过天，你及笄礼、大宴宾客，父亲母亲都会回来。到时候我让王麻子当众下聘，说你早与他有了私情。众目睽睽之下，你除了嫁他，只能去死。白霜，如果你真把王麻子招进尚书府，那跑不了的人恐怕不是我。死到临头还嘴硬，把门给我锁死，没我的允许，一只苍蝇也不准放出来。明天的戏一定很精彩。来人，将锁打开。月儿，这是此行求得的明珠，快放在屋里。娘亲去换礼服，你快些准备。这暗器谁准备的？这么寒酸，存心让尚书府丢脸吗？全部撤掉，把库房里最好的东西都摆出来。爹爹，月儿来了，快到爹爹身边来，贵客们马上就到了。赵小姐方辰，小小薄礼，不成敬意。一个养女，这些人怕不是疯了。这是我和相公给月儿妹妹精心准备的礼物。混账！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！爹，礼物不在贵贱，合适最好。若是用太贵的东西传出去，怕是名声不好。速来听闻尚书府的赵月小姐倾国倾城，今日我王麻子特来下聘。乔乔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月儿妹妹，这王麻子虽长相一般，但他为人厚道，对你更是情深意切。相公，你说是不是佳偶天成？月儿，你嫂子为你操碎了心，你可别辜负她的美意。胡闹！你这小畜生娶了个什么东西？歹毒的东西，带着这个王麻子给我滚出去！爹，赵月不过是个养女，她配王麻子正好，有什么了不得的？皇上皇后驾到！赵爱卿，大喜的日子，朕还没进府就听到喧闹，出何事了？这微臣罪该万死。父皇，不过是一场闹剧罢了。闭嘴！陛下面前哪有你一个黄毛丫头说话的份儿？你来说，他为何说不得话？回娘娘，这赵月并非尚书府千金，只是个身份低贱的孤女。她还试图勾搭我相公，民妇心善，才精挑细选了这位王麻子，想给她指条活路。精挑细选，赵夫人，您可真是找了个好儿媳呀！双儿如此替尚书府名声考虑，实属贤妻。你们为她找的好亲事，就是这个卖饼的。草民不敢，草民该死。正是，民妇费了好大功夫才。本宫的嫡亲公主，你竟然想把她嫁给卖饼的？女儿给父皇母后请安。什么？不可能！娘娘，民妇不知做错了什么。双儿无知顶撞，请娘娘责罚。你们连本宫的亲生骨肉都敢糟践成这般，本宫又怎敢责罚你们？母后，犯不着跟这种人动气。月儿从未将这两只蝼蚁放在心上。母后竟不知，这两个贱人平日里如此作践你，月儿受苦了。求娘娘饶命！求公主饶命！赵爱卿，你可真是养了一个好儿子。臣管教不严，有辱家风，请陛下降罪。赵爱卿，朕知你们夫妇待月儿不薄，但功过不可相抵。即日起，罚赵尚书俸禄3年，其子赵玉德行亏损，终生不得入仕。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至于这卖饼的，带去官府领30大板。陛下饶命，草民再也不敢了。月儿，今日起，你恢复皇室身份，官皇姓，赐名高月，
4居朝阳宫，参见高月公主。公主千岁，千岁。儿臣谢父皇隆恩。去备轿，受了封赏，我也该去拜见各位娘娘了。公主，前面就是白贵妃的寝殿了。贵妃娘娘饶命！贵妃娘娘饶命！低贱的婢子，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身份，就敢来本宫面前碍眼。拜见贵妃娘娘。哟，月公主来多久了？本宫忙着惩治这些下贱宫女，竟没注意到你。不知她犯了何事，惹得娘娘如此大怒。她不过是新者窟出来的下人，就算飞上枝头进了本宫的殿里，也改变不了骨子里的低贱。被贵人赏识了几天，就以为自己身份不一样了，真是可笑。入新者库前，你家世如何？回公主，奴婢父亲获罪前正任从四品，奴婢原是府里的嫡出小姐。能来贵妃娘娘宫里，确实是这姑娘的福气，那是自然。不过这姑娘生来便家世显贵，即便是遭了难，那骨子里的气度也不是旁人能比的。也不知是哪个眼皮子浅的人多嘴，竟跑到娘娘面前说她低贱，让娘娘被蒙蔽了双眼，反倒显得娘娘肤浅了。高月，你在骂本宫眼瞎！我只是替娘娘不值。若连从四品的嫡女都算低贱，那些靠着歪门邪术爬上来的又算什么？你个抱养的贵妃慎言，本宫乃父皇亲封的朝阳公主，身份尊卑，娘娘莫非忘了？这白贵妃不过是宠妃，也敢跑到本公主面前吆五喝六，不过是个刚捡回来的公主，你有什么可傲气的？看到了吗？这可是皇上亲赏给本宫的，价值连城。你是皇后生的又如何？流落在外15年，这辈子都没见过这种珍品吧？这宫女，本公主瞧着有眼缘，今日便向娘娘讨个人情。这人，本公主要了。这是贺娘娘敬畏的薄礼，以后你就留在朝阳宫。奴婢叩谢公主救命之恩。白贵妃，这深宫里的日子还长，咱们慢慢来。小何，在这朝阳宫住的可还习惯？托公主的福，奴婢像是在梦里一样。只是奴婢在长乐宫时听说，白贵妃其实是白霜的亲姑姑，怪不得那眉眼里的戾气如出一辙。公主离开后，白霜在尚书府日子极难过。赵夫人绝食逼赵玉休妻，可白霜一哭，赵玉就心软了。后来白贵妃召白霜进宫，不知密谈了什么，白霜回去就性情大变。她跪在尚书夫妇门前伏低作小。赵夫人生病，她守在床头1天1夜滴水未进，终于让夫人松了口。公主，白贵妃定是想对付你，给白霜出气呢。别看白霜现在变得乖顺，那叫扶草待命，她心里的怨气只会比以前更多。但你放心，只要本公主在，她轻易动不了我，更不敢伤害你。公主救了我，小何这辈子就是公主的人。如果公主出事，我绝不独活。老天爷给你这么漂亮的嘴，可不是让你胡说八道的，是让你尝尽世间美食的。而且你也太瞧不起本公主了。白霜，既然你愿意演贤良淑德，那本公主就陪你演到底。听闻贵妃娘娘有喜，高月特来道贺。月儿，好久不见，你瞧着倒是有些瘦了。月儿，你不知，母亲日日都在思念你，饭都吃不香。以前是白霜不懂事，做错了许多，希望你不要迁怒母亲，她是真心把你当女儿疼的。嫂嫂，哦不，白姑娘，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，提她做什么？月公主，
本宫如今怀了皇嗣，白霜父女进宫陪陪本宫，你不会介意吧？娘娘说笑了，父皇的恩典，本公主岂敢质疑。白贵妃怀孕，派人把我叫来，难道只是为了看白霜演这出姐妹情深的戏？月儿，你回来吧，大家真的很想你。当初我不该捡那双靴子，早知道你对赵玉存了那样的心思，我该成全才是。是啊，双儿这是受了莫大的委屈来成全你啊。我已经想好了，让赵玉娶你做平妻，你去求皇上开恩，许她重新入仕，这样大家就都周全了。若是月公主嫁过去受了委屈，尽管来找本宫，本宫替你出气。高月，你疯了！高月，不接受好意便罢了，像个泼妇一样胡闹作甚。好意，这种让皇室蒙羞、让公主做妾的好意，贵妃还是留给白家自己受用吧。白霜，你真把别人都当傻子吗？你想要的贤名，想要的官夫人梦，本公主今日就亲手给你砸碎了。我们走，这店里不仅香气刺鼻，还有股烂了心肠的臭味。高月，我跟你没完！娘娘息怒，小心动了胎气。高月那个贱人，我们迟早会收拾她的。小何，去找母后的人，查查白贵妃和白父的旧事。回公主，查到了，白贵妃实际是白家当年抱养的养女，并非白父的亲妹妹。原来如此，白家这是有家学渊源啊。公主，皇上请您立刻去长乐宫。怎么回事？白贵妃肚子里的孩子没了，除了您和白家妇女，这段日子她没接触过别人。白贵妃绝不会为了害本公主搭上她唯一的筹码，可白家妇女又有什么理由害她？皇上，就是他！你这个贱人，还我侄儿命来！公主绝不会做这种事，奴婢以性命担保。贵妃娘娘，若是找出这下毒之人，要如何处置？本宫要挑断他的手筋脚筋，扔进水牢，让万虫啃咬，永世不得超生。父皇，儿臣知道下毒之人是谁，就是他。高月，你休得血口喷人！贵妃娘娘可是我的亲姑母，我怎会害她？皇上，双儿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。你空口无凭就想拉双儿下水为自己脱罪，简直是天大的笑话！谁说本公主没有证据？父皇，这就是白霜下毒的证据，请您过目。竟是如此！白霜，你我到底是幼时玩伴，本公主实在不忍心看你落得万虫啃噬的下场。父皇，儿臣想再给他一个主动交代的机会，若他肯招，父皇饶他一命，请父皇恩准。准。白姐姐，咱们以前那么好，月儿真不忍心看你受苦。这样吧，月儿再给你一个自证清白的机会。本公主将你与你的侍女阿莲分开提审，若你二人都不认罪，便无罪释放；若两人都认，那便在贵妃宫前刻100个响头，去心者库自生自灭。若其中一人认罪，另一人抵赖，那认罪之人无罪释放，抵赖之人则受挑断手脚筋、万重穿心之苦。阿莲对我忠心耿耿，绝不会污蔑我，没做过就是没做过，我不怕你。带下去，单独审问。
阿莲说是你做的，她说你恨白贵妃，不仅交代了下毒的过程，连你恨她的由头都写得清清楚楚。你胡说！这贱婢竟敢害我！巧了，白姐姐这份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，说自己管教不严，让阿莲被收买了，全是阿莲一个人的错。小姐，你竟然想推奴婢去送死！当初我就不该把你买回来，你就是条不忠心的狗！小姐，从未有人告诉过你，你就是个自私到极点的给人！朕闭嘴！再吵一句，统统拉下去砍了！双儿，你就这么恨本宫，恨到要亲手杀了本宫的孩子？贱人，别假惺惺了！我不能活，你也别想好过！高月，我就是好奇，你是怎么拿到证据的？假的，竟然是假的！人性经不起试探，若你们主仆一心，本公主这出戏又怎能唱得下去？白贵妃，看来你肚子里那个确实死得不明不白。白氏一门淫乱宫禁，来人，通通拿下，关进死牢。老爷，贵妃娘娘暴毙了。这辈子我对不住你，等下辈子吧。娘，你哭什么呀？双儿最乖了，娘不哭。娘，爹爹说花灯节他要陪姑母，让你带我去买好吃的。双儿要吃糖葫芦、糯米团子，还有大鸡腿。你可真是从小到大口味一点没变。娘，真甜，你吃。自作孽不可活。走吧，这白家的戏看完了。是。老爷，兄长错了，兄长当初是被白霜蒙了眼，现在我已经把他休了，你我兄妹之间再无隔阂了。玉儿，你去求求皇上，让我去科考好不好？兄长，抱歉，我不能这么做。赵玉有才华，却极易被旁人左右，这样的人只适合做才子，不适合入仕为官。月儿，这逆子是不是又说了什么不该说的？没有，兄长只是说我瘦了，让我多吃点。才不！吃饭咱们少说话。母亲，今日您生辰，我敬您。有些人终究只能留在回忆里。月儿，今日去尚书府，他们没再委屈你吧？母后放心，如今儿臣是朝阳公主，谁敢委屈我？今日在尚书府。赵家那小子真是烂泥扶不上墙。哼，若非看在赵尚书夫妇当年拼死护你的情分，单凭他纵容白霜欺辱你，就该让他赵家满门抄斩。你自己看，这些天朝上的折子快堆成山了，全是催着皇上给你择婿的。我当是什么要事？原来是这群老匹夫闲得慌，管到我的头上来了。月儿，母后知道你不想嫁，可你是嫡长公主，皇上也被缠得头疼。母后，当年你们把我送出宫，是为了让我活着，不是为了让我回宫后就被当作筹码绑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。我不想回后宅，重复那些妻妾争宠的日子。我是大启的嫡长公主，我的人生该由我自己说了算。玉儿，你看看，朕的御书房都快被这些择婿的奏折淹了。父皇，
儿臣今日来是想求您一件事。你说。儿臣不愿嫁人，儿臣想求父皇恩准，让儿臣在外开府，不用困在深宫之中。胡闹！哪有嫡长公主不嫁人独自开府的道理？宗室和言官那边都会炸了锅的。为何没有道理？父皇的皇子们成年后都能开府，手握权柄，为何儿臣身为嫡长公主，就只能困在内宅相夫教子？大启的律法里没有哪一条写着公主必须嫁人。月儿，你是女子，开府不是小事，朝堂上下不会同意的。同不同意不在他们，在父皇您。当年您护了儿臣15年，如今儿臣回来了，不想再做被人护在羽翼下的金丝雀。儿臣想有自己的府邸，能护着自己想护的人，也能帮父皇分忧。这是儿臣写的关于京城周边赈灾的条程，流民缺衣两食，极易生乱。儿臣愿拿出全部私库安置流民，只求父皇给儿臣一个机会，证明儿臣不是只能靠嫁人生存的公主。这些都是你自己写的？儿臣不是只学了绣花描红，太傅教的东西，儿臣一样没落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不愧是朕的嫡长女，这事朕准了。公主，那些宗室的人也太过分了！瑞王正带着人在宫门口堵着，非要让皇上收回成命。瑞王当然要急，在瑞王眼里，我开了独自开府的先例，那些宗室贵女都要学我，他们那套男尊女卑的规矩就立不住了。公主，瑞王来者不善，您别见他们。怕什么？他们既然敢来，我就敢见。高月，你可知错？王叔这话高月听不懂，本公主行得正坐得端，何错之有？你身为女子，不思相夫教子，反而蛊惑皇上独自开府，违背祖制，败坏皇家风气，还敢说没错？祖制？太祖在位时，平阳公主亲自带兵打下半壁江山，开府建衙，手握兵权，满朝文武谁敢说半个不字？怎么到了我这里，只是想在外有个府邸，就成了违背祖制？王叔口口声声说祖制，怎么不见王叔学学平阳公主的忠勇，只学会了对着女子指手画脚？你，这里是朝阳宫，见了本公主不行礼，还直呼名讳，是谁教你们的规矩？参见朝阳公主。不可理喻，走。公主，您太厉害了，刚才吓得我心都跳出来了。对付这种人，你站着礼，硬气起来，他们自然就怕了。公主，皇后娘娘听说您刚才的事，特意让奴婢送些点心。娘娘说您做得好，给她出了口恶气。这只是个开始。公主，这里也太大了，以后我们住在这里，再也不用看宫里那些人的脸色了。这里我打算改成书房，旁边的院子给你住，离我近也方便。公主，奴婢只是个下人，怎么能住这么好的院子？奴婢不敢。小何，在我这里，你从来都不是下人，你是我带出来的人，是我的妹妹。以后在这公主府里，你和我一样，想住哪里就住哪里，不用拘着。小何，你父亲的案子这些天我已经查得差不多了。当年诬陷你父亲的上司已经告老还乡，我已派人去拿他贪墨的证据，用不了多久就能还你家一个清白。公主，奴婢这辈子都报答不了您的恩情。罪臣陷害忠良，证据确凿，判处斩立决，抄没家产。父亲，您终于清白了。好了，别哭了，祖宅已经归还，这是喜事，该笑。公主，就算清白了，奴婢这辈子也要跟着您，伺候您。傻丫头，我也舍不得让你走。
这是要断我们的活路！什么狗屁安置，这是草菅人命！本公主一定查清此事，给百姓们一个交代。公主，不可能的！我们买的粮食都是最好的新米，怎么会发霉？一定是有人故意陷害我们。粥里确实被人加了东西，不是发霉，是巴豆粉，还有少量的砒霜。本公主动了别人的蛋糕，自然有人看我不顺眼，想借着这件事把我踩下去。公主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瑞王在朝堂上弹劾您钓鱼，宫里也派人来问了。慌什么？他们想栽赃我，也要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本事。你去把府里的侍卫都带上，去城外把粥棚围起来，不许任何人碰里面的东西。是。再把负责熬粥的几个婆子都看管起来，不许任何人接触。另外，让人去查最近几天都有谁接触过粥棚的人，还有那2个死去的流民，家里还有什么人，最近都和谁来往过。奴婢明白。安置流民动了那些靠赈灾款中饱私囊之人的利益，瑞王和那些贪官倒是一拍即合，敢在本公主的粥里动手脚，拿流民的性命做文章，这些人真是活腻了。50两银子就想要我的命，瑞王府的管家手伸得倒长。那2个流民早已病入膏肓，是被家属收了钱扔在粥棚栽赃的。进宫。皇上，高月草菅人命，证据确凿，您必须严惩，以谢天下。高月，你还敢来？王叔，口口声声说我害人，不如先看看这些，你认不认得？你这是伪造证据，血口喷人！伪造？熬粥的婆子，瑞王的管家，我已让人带到宫门口了。王叔要不要当面对质？王叔为了毁掉我的公主府，害死2条人命，就不怕天打雷劈吗？请父皇为儿臣做主，为死去的良民做主。皇叔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朕敬你是长辈，你竟然做出这种伤天害理之事！传朕旨意，削去瑞王爵位，贬为庶人，终生圈禁。瑞王，公主，流民们都有活干了，现在京城都在传您是活菩萨呢。哈哈哈哈哈！你看月儿，半年安置几10万流民，朝堂老臣都赞不绝口，比那些皇子强多了。父皇过奖，儿臣不过做了份内事。二皇子高瑾求见。皇姐如今声望震惊，弟弟佩服。二皇子有话直说。皇姐不愿嫁人，身边总得有个知冷知热的。弟弟母妃有个亲侄子，一表人才，愿入赘公主府伺候。高月身边有小荷，不劳费心。皇姐，下人怎能和自家人比？这入赘……二皇子，我看你是喝多了说胡话。我朝阳公主想要什么样的人没有，轮得到你来塞男人？还入赘？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滚出去！月儿，你看，这些人还是不肯放过你，变着法的塞人。没关系，只要高月不点头，谁也勉强不了高月。禀公主，自从白姑娘疯了之后，府里就派人看着她。可昨天夜里，看守的婆子打了个盹儿，人就不见了。府里的人找了一夜都没找到。赵玉呢？他怎么说？公子自从被进了科考，就整日喝酒，什么都不管。白姑娘丢了，他也只是说了句丢了就丢了，根本不在意。老爷和夫人急得不行，怕他跑出去惹出祸事，特意让老奴来禀报公主一声，让公主多加小心。知道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哎，公主，白霜疯疯癫癫的跑出去，会不会又被人利用来害您啊？怕什么？他就算没疯，都不是我的对手，更何况现在疯了。就算有人想利用他，也不过是再送一波人头罢了。让人多加防备，查查白霜的去向。公主，
宫里传来消息，说贤妃宫里多了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，长得和白霜一模一样。白霜不是自己跑的，是被贤妃接走了。贤妃，她是二皇子的生母。贤妃与白贵妃交好，一直对我心存怨恨，接走白霜，无非是想利用她对付我。公主，贤妃把白霜接进宫里，肯定没安好心，我们怎么办？别急，她想玩，我就陪她玩玩。皇上，救命啊！高原害了白霜全家，高原要杀白霜！皇上，这白霜实在可怜，昭阳公主竟为了报复逼疯了她，还害了白家满门。这事传出去，实在有损皇家颜面。父皇，皇姐行事确实太过嚣张，若不严加管教，只怕百姓要说皇家无德。公主，他们是故意的。白霜在御花园冲撞圣驾，现在全宫里都在传你狠心逼疯了她。我就知道，贤妃和高瑾憋不出什么好屁，他们就是想借着白霜败坏您的名声。本公主的名声，不是疯子几句话就能败坏的。既然他们想闹，本公主便陪他们闹到底。进宫。儿臣参见父皇。月儿，今天御花园的事你听说了？儿臣今日正是为讨公道而来。白霜疯了是全京城皆知的事，他一个疯子，如何能轻易避开重重守卫闯入御花园，甚至冲到父皇驾前？到底是宫里侍卫成了摆设，还是有人故意把他放出来，引他冲撞圣驾？白家秽乱宫廷，白霜心肠歹毒，卷宗记载的清清楚楚。儿臣念他疯癫，从未追究。如今有人利用疯子栽赃，父皇，您必须给儿臣一个公道。你放心，朕会查。若真有人利用疯子惊扰圣驾、栽赃公主，朕绝不轻饶。贤妃，你竟敢买通禁卫，放走疯子，惊扰圣驾！来人，废贤妃妃位，即刻打入冷宫。高瑾，罚俸3年，禁足闭门思过。他是兄长，他是公主，都要死，都要死！小何，你有没有想过，父皇母后为何要将我送出宫？不是说算命的批言说公主命薄吗？我是皇后嫡长女，出生时父皇大赦天下，怎会单凭一句话就把刚出生的孩子送出宫15年？而且勋贵宗族那么多，为何偏偏选了赵尚书，把嫡公主寄养在臣子家？这本身就是极大的风险。公主这么一说，奴婢也觉得不对。娘娘那么疼您，哪有母亲忍心看亲生骨肉流落在外15年？这里面肯定有问题。我怀疑当年的批言只是借口，我想查一查15年前的深宫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公主，查到了，吴半仙在公主被送出宫的第2年便彻底失踪，家宅已成荒地。名震京城的算命先生，收了银子就人间蒸发，这命算的果然有猫腻。月儿坐会儿，母后去换身轻便的衣裳，咱们再续。张嬷嬷，我有件事想问问你。公主有什么事儿尽管问。当年我刚出生，父皇母后为何要把我送出宫？别说什么命薄，我不信。嬷嬷是亲手送我去尚书府的人，你一定知道真相。老奴不知道，当年就是算命先生说的。嬷嬷，我长大了，不再是襁褓里的婴儿，不管真相多难，我都能承受。公主，不是老奴不告，是娘娘严令死守，怕您知道了心里难受。我只想知道真相。公主，当年您出生根本不是命薄，是有人在您的襁褓里下了剧毒。您出生第3天，娘娘发现您脸色发青，浑身冰凉，
太医查了半天，才在被褥里发现无色无味的毒，那毒沾附极甚，若再晚发现半天，您就救不回来了。宫里眼线众多，防不胜防。娘娘怕那些人再下毒手，才借口批言不详，将您送去尚书府。这15年，娘娘每天都拿着您的长命锁，看一次哭一回。原来所有的冷落都是为了护我周全。这15年的寄人篱下，是母后拼死为我争来的活路。到底是谁？月儿，既然你都知道了，母后也就不瞒你了。是母后没用，护不住刚出生的你，让你受了15年寄人篱下之苦。母后，女儿不怪你们，我现在才明白，你们不看我是怕引来杀身之祸。母后，当年下毒的人到底是谁？查到了，3年前才查实，当年的事是太后做的。太后，慈宁宫那位，我只是个刚出生的公主，爱不到她什么，她为什么要杀我？你是中宫嫡女，她怕母后诞下嫡子，威胁到她想扶持的人，毒死你是给母后的警告。当年皇上登基未稳，还要靠她扶持，太后做得太干净，我们没有证据，只能忍，把你送出宫，是内侍唯一的活路。那她现在还想害我们吗？她想扶持五皇子上位，你如今回归，手握势力，早已是她的眼中钉。之前的瑞王、娴妃背后都有她的影子，只是她藏得太深，动不了她。母后放心，当年她欠我们的，我会一点一点全部讨回来。那丫头最近在查什么？好像在查当年的五百仙。公主，太后在宫中经营数十年，所有线索都被掐断，抓不到任何实证。做事滴水不漏，果然是狠角色。太后娘娘突然重疾，病中一直念叨着月公主，请公主即刻去慈宁宫探望。本公主随后就到。公主不能去，太后当年就想害您，现在突然病了，肯定是鸿门宴。她是太后，全京城的眼睛都盯着朝阳公主府，我若是不去，就是不孝。不孝这个把柄，我不能亲手递给她。可万一她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我正想看看这老太太到底想玩什么花样。太后敬仰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本公主亲自侍疾，谁敢拦我？守在门口，没本公主的命令，谁也不准进来。领命。孙女给皇祖母请安。月儿，你终于来了，咱们的账该算算了。月儿过来，让哀家看看你。皇祖母，您身体怎么样了？老了，不中用了，一点小病就起不来了。月儿，你回宫这么久，皇祖母一直想跟你说说话，总是忙着也不好打扰你。这15年苦了你了，孩子。皇祖母言重了，孙儿不苦。哀家知道你心里对哀家、对皇上、皇后都有怨气，可当年我们也是为了护你。哀家今天叫你来也没别的事儿，就是哀家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，有件事儿想托付给你。皇祖母请讲。是五皇子，这孩子性子纯良，没什么心眼儿。哀家走了之后，在这宫里就没人护着他了。哀家想求你以后多护着他一点，别让人欺负了他。绕了这么大一圈，果然是为了那个傀儡五皇子。五皇子有淑妃娘娘照看，更有太后娘娘威名震慑，谁敢欺负他？哀家大限将至，淑妃性子软，月儿，你如今开府建衙，手里有权，只有你答应了，哀家才能走得安心。皇祖母放心，五弟今年才14岁，性子纯良，他既是皇家血脉，又是我的亲弟弟，我自然会全力护着他的。好，好，哀家就知道月儿是个顾念旧情的好孩子。皇祖母好生久养，孙儿改日再来看您。
公主，刚才吓死奴婢了，奴婢还以为太后又要出什么阴招对付您呢。她今天叫我来，不是想动手，那是为何？她是想试探我，看看我知不知道当年的投毒真相，顺便打张感情牌，想让我不要挡了五皇子的路。可惜啊，这老太太打错算盘了，当年的杀身之仇我不会忘。她想让五皇子平安顺累，那我就偏要让她看看什么叫血债血偿。太后在宫中经营数十年，唯一的软肋就是五皇子和他的娘家柳家。柳家门生遍布朝野，那是太后最硬的靠山。继续查，盯着柳家这些年的账目和命案。另外，派人盯着五皇子，看高轩每日去慈宁宫都说了什么。是。公主，柳家势大，咱们这么查，万一惊动了太后，我就是要打蛇打七寸。皇姐，武帝今日倒是稀客，怎么有空来我这公主府？皇姐，今日我贸然登门是想说一声，皇祖母在慈宁宫托付给您的那些话，您不必放在心上。皇姐不必惊讶，我知道皇祖母想要什么，也知道她当年对您和母后做过什么。我虽然年纪小，但并不傻。既然知道，你更该留在慈宁宫做你的嫡皇孙。我的母妃虽是柳家女，当年却是被皇祖母逼着进宫的。母妃一辈子不开心，早早便去了。我对皇位、对权力没有半点兴趣，只想安稳活着，不想成为任何人的棋子。皇祖母远比皇姐想的要复杂，她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，皇姐一定要小心她。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你就不怕我转头告诉太后？皇姐不会的，我知道，皇姐和那些争权夺利的人不一样。您安置流民、开粥棚救人，我都看在眼里。皇姐是个好人。皇祖母做的那些事本就是错的，当年她害您流落民间，现在又想借我的名义搅乱朝堂，我不能看她一错再错。多谢武帝提醒，你放心，今日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会往外说。多谢皇姐，我不打扰了，告辞。公主，这五皇子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他是真不想争皇位，还是太后出的苦肉计？是真是假，日后自会见分晓。但高轩今日来，确实给我提了个醒，太后那边定要有大动作了。去，让暗卫加快速度，必须在太后动手之前抓到柳家的死店。是，公主。皇上，五皇子乃皇家血脉，身份尊贵，若由他出征，定能鼓舞军心。老臣举荐五皇子为帅，领兵出征。五皇子才14岁，从未上过战场，这岂非儿戏？老臣自会选拔精良副将辅佐，五皇子只需坐镇后方，振奋士气。皇上，轩儿身为皇家子弟，理应为国分忧，带兵出征是他自己的意愿，哀家也准了。可轩儿年纪尚幼，正因为幼小，才要在战场上磨砺。皇上，还有比这更好的法子吗？14岁的皇子去打仗，这不是让五皇子去送死吗？太后怎么舍得？太后怎么会舍得让高轩送死？她这是想给高轩捞军功，只要胜了，回来便是国之功臣，立太子的理由便顺理成章。捞军功是假，夺兵权才是真。兵权？只要高轩当了主帅，柳家便能借机渗透边关，到时里应外合，柳家手里握着刀，这江山姓高还是姓柳就难说了。这老太太算盘打得响，可惜我绝不会让她如愿。查清了，五皇子根本不愿领兵，太后以柳家宗室性命相携，五皇子被逼无奈，才在慈宁宫签了请战书。太后太狠了，为了权力，竟然拿五皇子的命当筹码。公主，咱们快去求皇上撤回成命吧。没用的，柳家已经联合满朝老臣联名上表，父皇现在被顶在架子上，进退两难。我去劝，反倒会被扣上阻挠大局的罪名。既然他们没人敢去，那我去。公主，您说什么？你要带兵出征？绝对不行！战场上的枪无眼，你是金枝玉叶，万一出事，金枝玉叶又如何？太祖皇帝的平阳公主能带兵上阵，打下半壁江山，我为什么不能？北狄毁我城池，杀我百姓，身为大启嫡长公主，我理应为国分忧，总好过让一个14岁的孩子去替太后送死。最重要的是兵权，我绝不可能眼睁睁看着他落入柳家手里，落入太后手里。
备车，进宫！我要亲自面圣，请旨出征。是公主，奴婢这就去安排。公主，皇上正和太傅议事，您这是？儿臣高月，请旨带兵出征，护我大启河山。公主胡闹！战场生死搏杀，你一个女子，又是嫡长公主，去那种地方，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。柳太傅，平阳公主也是女子，打下半壁江山，谁敢说半个不字？怎么我去抵御外敌就是胡闹？你口口声声说战场凶险，却举荐14岁的手无缚鸡之力的五皇子去送死。柳太傅，你安的什么心？月儿，战场非同儿戏，你确实去不得。儿臣绝非戏言，国难当头，儿臣岂能躲在深宫苟且？儿臣自幼研习兵法，愿立军令状。若不能收复失地，儿臣提头来见。皇上，臣觉得公主可以。公主安置留民，有大将之风，臣愿辅佐公主出征北敌。臣等愿随公主出征。好，不愧是朕的女儿。朕封你为兵马大元帅，统领10万大军。高月，给朕击退外敌，凯旋而归。儿臣领旨。出发！这一去，不仅要平外乱，还要彻底斩断太后和柳家伸向兵权的爪拔，让他们再无翻身之日。北敌大军距云州仅30里，诸位将领对敌情有何见解？公主，打仗不是过家家，不是你拿着尚方宝剑就能赢的。你连战场都没上过，懂什么排兵布阵？我们跟着你只会白白送命。我看你还是乖乖待在城里，等我们打退了北敌，你再回京领功就是了。本帅奉皇上旨意，统领全军，军中只听将令，不论身份。刘副将，北敌连破我3座城池，你身为副将，除了龟缩城内，还有什么资格在这说大话？我问你，北敌现在有多少人马？粮草能支撑多久？他们的弱点是什么？你答得上来吗？答不上来。看来刘副将的动嘴皮子对战局一窍不通。来人，刘威违抗军令，动摇军心，拉下去，重打40军棍，免去副将之职，贬为小兵。高月，你敢动我，柳太傅不会放过你的！从现在开始，收起你们以前的心思，我们只有一个目标：击退北敌，收复失地。谁再敢阳奉阴违，刘威就是下场。谨遵帅令。柳家安插的人，我会一个一个拔掉。传令下去，3军即刻备战。北敌南下为的是抢粮，打不了持久战。且各部首领对可汗早有怨心。传令下去，紧闭城门，坚守不出。无论北敌如何叫骂，违令出战者斩。公主，挑拨离间之计已成，北敌已有3个部落的首领私带人马撤离，余下军心涣散。时机到了。北敌守备松懈，正是取他们项上人头的时机。全军听令，随我冲锋！杀！撤退！快撤！北敌可汗已败，尔等还不降？北敌愿领受所有条件，签下降书。大启威武！这15年的隐忍与筹谋，今日终于为大齐换来了边境永安。班师回朝！好，好，月儿，你真是父皇的骄傲。儿臣信不辱命，击退北敌，保边境安宁。儿臣回来了。朝阳公主高月功在社稷，朕经特旨封高月为镇国长公主，10亿3万户，赐金印，可开府设官，参政议事。自今日起，镇国长公主地位
仅次于朕与皇后，见众皇子无需行礼。恭贺镇国长公主，公主千岁！我封帅领功，太后苦心经营的局已破了大半，这老太太怕是恨得想当场撕了我。月儿如今威望通天，哀家都要敬你3分了。皇祖母言重了，孙儿这点威望，比起您当年的手段，还差得远。公主，柳家的势力已被咱们压缩了大半。柳太傅在朝堂上气得跳脚，却半句也反驳不了您。柳僧急了，太后自然也坐不住。他在后宫给母后使绊子，又弹劾我干政，可惜父皇不听他的。威望这种东西确实好用，太后那些小动作，现在连我的皮毛都伤不到。孙儿听闻皇祖母病重，特来探望。月儿，哀家快不行了，当年的事是哀家对不住你，对不住皇后。哀家知道错了，求你放过柳家，放过五皇子。装，继续装。当年的毒药差点要了我的命，现在流几滴泪就想一笔勾销，太天真了。皇祖母言重了，你好好养病，别想太多。柳家若是不违法乱治，自然没人会动他们。武帝安安稳稳的，也没人会欺负他。太后，皇祖母早些歇息，孙儿告辞。公主，太后这病看着真的快断气了，是真的还是装的？是真是假，很快就知道了。皇上，您快醒醒，臣妾该怎么办？皇上昏迷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恳请皇后娘娘下旨，请太后垂帘听政，立五皇子为太子，稳定社稷。恳请太后垂帘听政，稳定社稷。公主，皇上一直不醒，柳太傅天天在外面逼宫，这明摆着是太后想趁机夺权啊！太后装病，就是为了让我放松警惕，好对父皇下手。她是想如法炮制15年前的毒，毒死父皇。想夺权，也要看我答不答应。月儿，你父皇醒不过来，他们天天在外面跪着逼我，母后快撑不住了。母后，别怕，父皇突然昏迷，定是太后下的毒。他是想借机扶持高轩登基。柳松逼你让位，你一个字都不能准。可是朝堂上大多是柳松的人，母后从来没管过政事，压不住他们啊。我手握军功，更有尚方宝剑在此，看谁敢不服。从明天起，儿臣陪着母后一起临朝听政。我倒要看看柳松那条老命够不够尚方宝剑劈一回。皇后娘娘驾到，镇国长公主驾到。参见皇后娘娘，镇国长公主。皇后娘娘，皇上龙体暴晃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恳请娘娘顾全大局，请太后娘娘垂帘听政，立五皇子为太子，稳定社稷。请娘娘下旨。柳太傅这话，本公主听不懂。父皇只是昏迷，并非驾崩。中宫皇后在此，名正言顺主持朝政，何时轮到慈宁宫那位出来越俎代庖？皇后娘娘身居后宫，从未理政。太后娘娘辅佐先帝多年，经验老道，理应老道。是几十年不问政事的老道，还是柳太傅觉得太后出来了，你就能在这朝堂上一手遮天了？长公主，老臣一心为江山社稷，你莫要血口喷人。江山社稷，北狄入侵时，你举荐14岁的孩子出征，想掌控兵权，那时候怎么不想江山社稷？如今父皇中毒昏迷，你不仅不寻名医，反而天天在这逼宫夺权。我看你不是为国分忧，是想借机谋朝篡位。老臣冤枉，老臣绝无此心啊！从今日起，由皇后娘娘主持朝政，本公主从旁辅佐。若有谁敢违抗旨意，动摇朝局者，以谋逆论处。太后，您的算盘碎了，接下来的戏该本公主来导了。公主，光有这一份供词恐怕不够，太后大可推脱是柳太医私心陷害。我知道，柳太医只是个引子，我要的是太后和柳松亲口招认的大礼。
传令下去，故意把柳太医招供的消息放出去。我就是要打草惊蛇，看看这条老毒蛇什么时候开始咬人。姐姐，柳太医招了，高月绝不会放过咱们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一不做二不休。3天后夜里，你调禁军进攻，控制皇宫后，废掉皇后与高月，拥立高轩。哀家要垂帘听政。公主，柳松已潜入慈宁宫，两人密谋3日后谋反。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。公主，他们要发动宫变，咱们现在就去禀报皇后娘娘吗？不，既然他们想要这泼天富贵，我就给他们搭个最大的戏台。暗中联络本公主在城外的3万精锐，3天后，本公主要让柳家这棵参天大树连根拔起。宫内有刺客，快随本相进宫护驾。亮火！柳松，深夜带兵闯宫，你是想谋逆吗？中计了，撤！快撤！柳松勾结太后，毒害皇上，意图谋逆，放下武器者既往不咎，顽抗到底者格杀勿论。柳太傅，这场戏演完了。高月，你带着人马闯哀家的慈宁宫，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柳松已经被抓了，他谋逆的事儿全都招了，是你指使他的。太后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你胡说！是柳松自己要谋逆，跟哀家没关系。你血口喷人，想陷害哀家。陷害？柳松的供词，还有柳太医的供词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想狡辩？当年我刚出生你就下毒，害得我与母后分离15年。如今你又给父皇下毒，勾结柳松发动宫变，桩桩件件，你还想抵赖？是，都是哀家做的，那又怎么样？哀家是先帝的皇后，是大齐的江山功臣，可你父皇呢？登基后眼里只有你母后和你这个嫡女，他把哀家当成什么了？一个摆设！哀家凭什么不能争？凭什么只能待在慈宁宫里等死？哀家要让侄孙当皇帝，哀家要当太皇太后，要掌控这整个江山。哀家就是恨你母后占了位置，恨她生了你这个嫡女。哀家当年就该弄死你，让你母后一辈子都生不出孩子。哀家只恨当年没下狠手，让你活了下来，坏了哀家的大事。你后悔也晚了，你做的这些事，桩桩件件都罪该万死。来人，把太后拿下，打入冷宫，严加看管，不许任何人接触。高月，你这个贱丫头，你不得好死！放开哀家！儿杀呀朕！传令下去，柳松谋朝犯位，证据确凿，柳家满门抄斩。皇上，您终于醒了。父皇，太后与柳松已伏法，柳家抄没，余党悉数下狱。月儿，此次若非有你，大齐江山已易主了。这是儿臣应该做的。皇姐，父皇免了我死罪，贬为郡王，即日动身去封地。我特来向皇姐辞行。不用谢我，是你自己选对了路。到了封地，安安稳稳过日子，以后再没人能拿你当棋子。谢皇姐教诲，告辞。公主，现在百姓都说您是贤明长公主，是大齐的福气。权力、地位，不过是这局中的筹码。我想要的，从来不是坐在高位，我要这天下的女子都能像我这般，不用困在后宅，不用依附男人，每个人
都能主宰自己的人生。